2026年2月28日，此时此刻，如果在座的各位手里有一张中東的實時共情圖，你會看到一個讓人頭皮發麻的景象。隨着華盛頓對德黑蘭徹底消除威脅的最後通牒，在這個寒冷的周六凌晨歸頂，整個中東的戰爭機器就像是被注入了過量的腎上腺素，瞬間從待機模式切換到了暴走模式。大家都知道，打仗其實就是打牌，你手裡有什麼牌，決定了你敢在賭桌上下多大的注。而今天波斯灣的海面上並沒有像大家想象的那樣萬炮齊發，反而安靜的有點嚇人。但是在雷達屏幕上，如果你能看懂那些密密麻麻的光點，你就會發現一場自從海灣戰爭以來最大規模的暴力集結已經完成了。美國海軍把家裡最能打的3個航母打擊群全部怼到了伊朗的家門口，尤其是那艘頂着世界最强光環的福特号航母，此刻正像一頭被激怒的巨獸在东地中海徘徊。一邊是武裝到牙齒的超级大國，一邊是被制裁了幾十年的区域强权。但是事情真的這麼簡單嗎？今天咱們就來扒一扒這份史詩之怒的行動計劃，看看這場自2003年以來人類歷史上最昂貴、最精密也是最凶險的一次軍事力量展示究竟會有怎樣的展開。現在我們把目光聚焦到這次的主角，也就是海面上那3艘鋼鐵巨獸身上。截止到2月28日，美國海軍做了一件非常瘋狂的事情，他們把整個海軍41%的戰力全部塞進了中央司令部。這個並不算寬敞的轄區裡，這是什麼概念？就好比你為了打一局鬥地主，把手裡的大小王4個2再加上4個 A， 一股腦全扔在了桌面上。這就是美軍的新戰略，叫有形威懾與強制外交。翻譯成人話就是，我不跟你玩虛的，我就把槍頂在你腦門上，我看你怕不怕。在這個巨大的包圍圈裡，有3張絕對的王牌，咱們得一張一張的看，因為每一張牌都對應着特定的殺人兵器。第一張牌就是地中海的福特號，此時此刻傑拉爾德·福特號正停在地中海東部，它的位置非常講究，就在以色列海岸線邊上。這艘船是美軍第1艘電磁彈射航母，但這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甲板上停的東西，除了常規的 F-35C 隱身戰機，報告裡特別提到了 EA-18G 咆哮者電子戰機。這玩意兒是幹嘛的？它是來致盲的。在真正的炸彈落下之前，這些咆哮者全掛載着 AN/ALQ-99 干擾吊艙，先飛到黎巴嫩上空，把珍珠黨和敘利亞的防空雷達屏幕變成一片雪花，讓对手变成瞎子、聾子。然後 F-35C 再利用隱身性能，像幽靈一樣飄進去，把炸彈塞進他們的煙囱裡。第2張牌，海峽的踹門人林肯號，目光往東移，在阿拉伯海和阿曼灣，亞伯拉罕·林肯號已經把槍口對準了霍爾木茲海峽。但這艘船的殺氣不僅僅在航母本身，而在於圍繞在他身邊的那群保鏢，也就是13艘阿利伯克級驅逐艦。各位別小看這些驅逐艦，在2026年的版本裡，其中最新的幾艘已經升級到了基線10標準，裝備了最新的 SPY-6 雷達。這不僅僅是防空，他們更是移動的導彈庫。這支艦隊可不簡單，他們具備着一次性發射150到250枚戰斧巡航導彈的能力。而且這可不是老式的戰斧，而是最新的戰斧 Block 微型。這玩意兒有個絕活，它不僅能打陸地上的指揮部，還能在飛行中接受數據，去打移動的海上目標。這意味着什麼？意味着伊朗哪怕派出傳說中的狼群快艇，這250枚導彈也能像點名一樣，一個個把他們送進海底。這就是美軍的踹門戰術。在這個周末的第一縷陽光照進德黑蘭之前，先把你的雷達、指揮部、港口全部理一遍。美軍的第3張牌則是全能捕逃王布什號。你以為光是2艘航母就完了？美軍為了保險，說不定還留了一手喬治 H.W. 布什號，可能正在作為預備隊狂奔而來。假設這3艘航母一到位，就形成了一個極其罕見的3航母交疊火力網。而在這些大家伙背後，還有一個細節，咱們必須得拿放大鏡看，因為這才是美軍這次戰略意圖的真正底牌。那就是這場行動下來，沒有2栖攻擊艦，沒有海軍陸戰隊，這太反常了。以前打伊拉克那是先炸再戰，陸戰隊那是急先鋒。但這次美軍連個運兵船都沒帶，這就傳遞了一個極其冷酷的信號：我不想要你的地盤。美軍目前的意圖是實施高烈度的遠程空中與導彈懲罰，說的直白點就是把你炸疼炸廢，炸到你政權崩潰，或者內部自己亂起来。但我絕對不派一個美國大兵去你的地面上踩地雷，這是一場純粹的高科技的屠殺式戰爭。聊完了海上的巨獸，咱們再抬頭看看天。如果說海軍的部署是堆量，那麼空軍的部署就是一場精彩絕倫的地缘政治走位。這次沙特和阿联酋這幫土豪兄弟因為怕伊朗報復，直接對美軍說了 no， 拒絕美軍利用他們的領土發動攻擊。這下可把美軍逼急了，但也正是因為這個急，逼出了美軍2個史無前例的戰略大動作。第1張牌就是猛禽降臨以色列，這是歷史性的一刻。
美軍首次在以色列南部的奧夫塔空軍基地部署了12架 F-22猛禽戰鬥機。各位朋友肯定知道這意味着什麼。F-22啊，那是美國空軍的親兒子，是這顆星球上最強的制空霸主。以前這東西那是藏着掖着，絕不輕易示人。美軍把它放在這兒有2個目的：一是看中了以色列那個密不透風的防空網；2是距離，這裡距離伊朗的側翼非常近。這12架 F-22不會掛炸彈，他們的任務只有一個：屠殺戰鬥機。他們會掛載着 AM-120D 中程空導彈，在戰爭開始的第1秒衝進伊朗領空，把伊朗那些剛剛起飛的 F-14熊貓或者是米格29全部拍死在跑道上，給後面的轟炸機開路。第2張牌則是炸彈卡車在約旦，既然海灣國家不讓停，美軍就把剩下的家當全搬到了約旦那個叫穆瓦法克萨尔提的空軍基地。估計現在已經連插酒的地方都沒了，那裡部署了超過35架 F-15E 打擊鷹。這種飛機不隱身，但它有個外號叫炸彈卡車。一旦 F-22踹開了大门，這些 F-15E 就会掛滿 GBU-31聯合直接攻擊彈藥，甚至是 GBU-39小直徑炸彈，像卸貨一樣把成吨的爆炸物傾瀉在伊朗的兵營和工廠頭上。而在更遠的印度洋，那個孤零零的迪戈加西亞島也熱鬧起來了。那裡部署了最重要的戰略轟炸機，他們是用來幹那種髒活的，也就是打擊伊朗那些埋在深山裡的加固設施。報告裡特別提到了伊朗的科內什峽谷地下基地。普通的導彈打不穿，必須得靠這幫轟炸機帶着重達13噸的 GBU-57巨型鑽地彈，從萬米高空砸下來，才能把那些躲在幾百米花崗岩下面的導彈發射車給活埋在地面。分析完了美軍，咱們還得說說，在這個死局裡，美伊聯軍的防護在哪兒？面對即將到來的導彈雨，在薩德攔截彈被打空了 25% 庫存危機的情況下，美軍和以色列到底拿什麼來抗？難道真的靠運氣嗎？那當然不是。以色列做生意精明，打仗更精明。他們拿出了一套混合雙打方案。方案1：鐵樹。以色列終於把帶着科幻色彩的鐵樹激光系統搬上了戰場，而這東西聽起來像是漫威電影裡的武器，但它其實是針對蜂群無人機的特解。根據報告，伊朗準備了數千架见證者136這類廉價巡飛彈，如果用幾百萬美元的導彈去攔，以色列明天就得破產。但鐵樹不同，發射一次成本只要幾美元，也就是一杯星巴克的錢。只要發電機在轉，它就能源源不斷地發射高能激光，把那些慢吞吞的無人机像烧纸一樣瞬間燒穿机翼或者引爆油箱，這是以色列軍事科技的降维打擊。方案2：大氣層外的劍3。而對於那些真正致命的飞出大氣层的彈道導彈，以色列拿出了劍3攔截系統。這玩意兒不是在頭頂上攔截，而是在太空中，在導彈還沒載入大氣層的時候就把它撞碎。配合美軍的薩德系統雖然數量不多，但每一發都是數學的暴力。屏幕上打出的這個公式 ，E_K 等於1/2 mv 平方。哪怕沒有任何炸藥，當攔截器以 8.2 馬赫，也就是每秒2800米的速度撞向目標時，根據物理法則，它在接觸瞬間釋放的毀滅性能量，效果等同於引爆了近1噸的 TNT 炸藥。在8倍音速的撞擊下，任何金屬，不管是伊朗的彈道導彈，還是什麼黑科技彈頭，都會在瞬間被物理粉碎。最後，我們得聊聊這場戰爭的另外2個核心細節，因為這決定了戰爭會打多久。以色列這次的軍事行動代號叫獅子之吼。執行政治斬首任務的將是以色列特有的 F-35I 阿迪爾，這可不是普通的 F-35，它是以色列自己魔改的，換裝了以色列自己的電子戰系統和通信吊艙。他們將掛載着狂暴傳速空地導彈，直接打擊德黑蘭的巴斯德地區，也就是總統府和國安委的所在地。但是伊朗也不是吃素的，面对美以的包圍，報告裡提到了伊朗的一張王牌——海巴爾謝坎中程導彈。這玩意兒被德黑蘭視為航母殺手，因為它具備機動載入飛行器的能力。也就是說，它的彈頭在落下來的時候，會像打水漂一樣，在大气层邊緣進行射形機動，專門用來騙過薩德和劍3的雷達。而在具體行动上，為了防止後院起火，以色列配合特朗普政府在加沙搞了個和平委員會，請了個美國2星將軍，帶着5000人的国際部隊在那鎮場的。目的很簡單，就是要把加沙封印住，好讓以色列那個精銳的第91師能騰出手來全员北上，去死磕真主黨的導彈陣地。分析到這兒，大家應該看明白了。2026年2月28日這個時間點的中東，已經不再是以前那種躲躲藏藏的戰爭了。美軍把3艘航母、幾百架 F-35 和 F-15E 擺在明面上 ，F-22直接停在離對手幾百公里的地方，這就是一種極其自信的透明化威懾。他們手裡的牌，不論是福特號上的咆哮者電子戰機，還是奧夫達基地的猛禽，亦或是那道看不見的激光防線，都在向德黑蘭傳遞同一個信息：我已經準備好了，這一局我是 all in， 你敢跟嗎？但是戰爭這東西從來不是單方面的遊戲。伊朗手裡那2000枚躲在地下峽谷裡的導彈，還有那個會拐彎的海巴爾彈頭，到底能不能捅破這張看似無敵的防禦網？在這個被算法芯片統治的戰場上，沒有贏家，只有幸存者。當第一枚戰斧導彈劃破波斯灣夜空的時候，
舊的中東秩序就已經死了。好了，如果你覺得這一期的深度軍力盤點還算過癮，別忘了長按點讚，一鍵3連，這就是對我們最大的支持。我是火力軍，咱們下期再見。好的，各位觀眾朋友們，我們頻道一直在聊真實的軍事資訊和武器裝備，後台也經常有朋友問，有沒有值得推薦的入門級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觸到的產品。首先，它的外形還原度做得相當不錯，比例準確，武器上的一些關鍵細節和標識也都有體現，材質也說得過去，拿在手上有不錯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備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礎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個靜態擺件。綜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來看，價格確實比較親民。對於想入門模型收藏，或者單純想在桌上貼一個擺件的朋友來說，是一個性價比很高的選擇。商品鏈接已經給你們上了，感興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